老登开讲，各位朋友好，见到你们格外亲。前几天呢，我跟大家爆料过，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朝旭的表妹夫叫李光，他是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啊，他被抓了。他是马朝旭家族的白手套啊。我公布这个消息之后不久啊，李光被抓，在酒桌上被抓。中纪委的网站呢就公布了李光被抓的消息，证实了我的爆料。今天呢，刚刚又有新的消息传出来啊，消息说呀，李光已经于昨天突然死亡。李光突然死亡的消息啊，在北京外交系统和黑龙江官场都引发强烈震撼。因为中纪委马朝旭专案组刚到哈尔滨，准备把李光带到北京审讯，查清马朝旭的问题，但李光竟然非常离奇的在关押地点死亡，而且死因不详，让马朝旭案更加扑朔迷离。李光之死，官方肯定隐瞒不住啊，估计过2天也会公布相关消息啊，到时候我们再验证。大家千万要记住，李光被抓，我们是抢先爆料啊，中纪委呢随后公布消息。李光这次死亡我们现在爆料，官方也会马上公布。我们的消息为什么这么准确啊？因为我们听传听出名堂来了，自然有人源源不断的送料上门，送料的爆料的自然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有什么动机我们都不管，我们看热闹不嫌事大有料就爆，挑动他们内斗嘛，我们好坐收渔人之利。这次爆料渠道爆料的马朝旭是历次爆料当中最精准的一次。比如马朝旭的弟弟马奎旭、姐姐马爱诗在美国经营庞大的家族产业这个消息都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前不久我的一位美国的朋友，他受马奎旭之托跟我打招呼说能不能不要再爆马奎旭的料了，马奎旭是他的好朋友这是马奎旭托他向我拜托，向我请托不要再说了。这就说明马奎旭的确是在美国马朝旭的确是有这么一个弟弟这个消息是完全准确的。至于马朝旭的表妹夫李光被抓我这里呢也是首先爆料中纪委的公布。李光的死讯呢，中纪委也会马上公布，但是我们的消息呢是先行了一步。马朝旭案的一些材料我也收到一些，为了保护爆料人不能公布。马朝旭现在被中纪委调查，不过还没到双规的那个地步，正在调查中。习近平这次出访南非，马朝旭是陪同出访的，但是很奇怪中共的官媒都没有报道马朝旭随访报道了王毅报道了什么王文涛、蔡奇就不用说了，但是基本上就没提常务副部长马朝旭随同出访。按理说国家主席出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陪同，这个官媒是应该报的，但是这次没报。习近平出访从南非回来，直接去的新疆在新疆召开的座谈会，地方事务的座谈会但是外长王毅也参加了。那么常务副外长马朝旭竟然没有参加，马朝旭彻底不见了。原因呢是中纪委让马朝旭立即回北京接受调查不能在新疆耽搁。接下来马朝旭很可能被留置审查。外交系统的内斗就是秦刚、马朝旭双方内斗，现在是双双落败。正所谓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让人喜闻乐见。习近平这次窜访南非本应该直接飞回北京，但是他没有飞回北京中途在乌鲁木齐停留在新疆停留，还把一些中央大员叫到了新疆有几个政治局委员都去了，副总理何立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包括王小洪都去新疆了很奇怪，军对口的唯独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没有去新疆。有消息说习近平出访期间张又侠、李乔明等一般军头在北京似乎有所动作习也有所耳闻，所以他不敢直飞北京，只能先到新疆稳住阵脚，
等危机化解后啊再回北京。这一传闻呢，我们姑妄听之啊，继续观察。现在网上啊还在流传2个留言啊，这2个留言实际上我都已经辟过谣了啊。一则是胡锦涛已经去世，说他7月26号就去世了啊，到现在都去世1个月了。另一则传言呢，就是李强辞职。我上期节目刚刚讲过，李强不会辞职啊，他正干得热乎呢，怎么会辞职？即使他有辞职的想法，他现在也不敢提。所以这2个消息啊是非常不靠谱的。我们听传啊，要科学听传，理性听传啊，不能迷信听传，盲目听传，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浪费感情啊，没有用的。上个周末啊，中共官方出台了减免股市印花税等等利好措施啊。昨天周一啊，沪深股市开盘大涨，但涨了一会儿，马上也就跌下来了啊。上证指数又掉到了3100点以下。中共财政部啊，周日27号宣布，周一起，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率从0.1%减半至0.05%。周一盘前集合竞价阶段，沪深两市上涨幅度分别达到了5.06%和5.77%，但是开盘交易后啊，指数就迅速走低，之后跌势持续啊，午后2点35分达到当天最低价3089.12点，最后虽然稍有回升，但收盘呢3098.64点，仍然在3100点之下。深圳成指啊，当天以10714.69点开出10233.15点作收，全日涨幅仅仅1.01%。美国彭博社报道啊，中国股市短暂上涨，随即下跌，凸显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报道说，在彭博社追踪的90多个股票指标中，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指数下跌了约10%。是本月全球表现最差的股票，海外基金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抛售中国境内股票，中国经济已陷入泥沼，但中共当局迟迟未出炉大规模刺激政策，只推出零星不疼不痒的举措。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已经回天乏力，中国股市这一波行情啊，我认为不会持续。最多也就是1周的行情啊，也就能持续到这个周五，下周要重回阴跌的走势。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啊不支持股市向好，经济都要崩盘了，股市能好得了吗？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啊，任何一次股市上涨都是机构出货的机会啊，也是股民被套的陷阱。大家呀，千万要小心啊！作为一个老股民，我奉劝大家，股市就是风险，入市就是自尽，入市你就完蛋。中国好声音节目啊，已经被习公主勒令停播，但是昨天呢，突然有一些好声音的学员集中发帖，为好声音鸣冤叫屈，说他们没有被收钱啊，好声音节目组没有收他们的钱。意思是《好声音》这档节目啊，应该办下去。网友们注意到啊，这些替《好声音》辩解的学员都是今年23年正在录制节目的学员啊。他们当然希望节目不能停播，所以呢，节目组要求他们统一发声，制造舆论，企图啊让《好声音》节目起死回生。但看起来这些学员的发声的声量也太小，已经不能扭转形势了。好声音作为一档黑幕重重的娱乐节目，几乎可以肯定啊，正式走向消亡。好声音停播呀，除了歌星李玟生前的揭黑音频，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对那英他们乱转腚的批判，几乎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一首歌曲不但播放量创下纪录啊，被1万人传唱，还能打垮一档热播节目，刀郎也是没谁的了。看来君子报仇，时间不晚啊！报仇啊，不一定用暴力，用作品，用才华，反而更有力量。
刀郎报仇靠歌曲啊，登爷报仇就靠小黄书。中共对我的污蔑谩骂，一定会被我的小黄书彻底打垮啊！到时候他们那帮喽啰走狗们，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让我们走着瞧。关注海外动态的朋友，很多都在研究移民的事情。现在可以办理移民的国家还是很多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预算、背景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有英语能力的客户可以考虑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项目很多，有雇主担保类型，也有投资和创业类型，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就可以。没有英语基础的朋友可以选择欧洲移民项目，日本的移民和美国的投资移民。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都可以通过买房子的方式获得身份，特别是葡萄牙可以获得欧盟护照，这个含金量很高。欧洲的马耳他是英语国家，可以通过捐款方式拿到永居身份，方便快捷。美国目前最方便的是EB5投资移民，不过资金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具体想要了解自己适合什么国家，或者需要详细咨询各国移民政策的，还要找专业人士咨询。我推荐的这家企业是老牌的综合跨境服务机构，他们在移民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在全球10几个国家都可以提供全面的配套服务和综合法律服务。找他们咨询就没错了，扫描屏幕2维码可以与他们的专业顾问进行免费咨询。又到欢乐环节，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好玩的。大家看，这是网上公布出来的好声音导师的报酬，他们跟好声音节目组拿到多少钱。跟我想象不一样的是，庾澄庆竟然拿到的最低啊！庾澄庆是500万，杨坤是800万，齐秦呢是1100万，汪峰是1500万，李健是1500万，刘欢是2000万，那英是2000万，陈奕迅是2000万，周杰伦是2800万，谢霆锋是3200万，王力宏是2500万，李玟是2000万，潘玮柏是1500万，李荣浩是1000万，周华健1000万，薛之谦是800万，刘宇春是800万，刘宪华是1000万。中国好声音呢，现在刚刚只是录播了几集啊，但是24强提前就定出来了啊！大家看这个名单，所以说你说这个节目就是黑幕嘛，全是黑幕，没等比赛完呢，24强就已经内定了。大家看这个名单啊，中共的官媒还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与理论创新，还在讲要消灭私有制，这还在研究怎样消灭，目的对象还怎样消灭。第一是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原理的多重次含义，目的对象还怎样消灭。第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消灭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体系。第三，改革开放时期消灭私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制上的基本经济制度啊。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消灭私有制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中共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所以说私营企业你们肯定好不了，赶紧跑吧。支持灾后重建，涿州农商银行推出家园贷，大家这些灾民都等待政府救援，等待政府赔偿，但是等来的是贷款。所以网友说，我早就说过国家会出手的，但是没想到是贷款啊，国家不赔偿，只是贷款给你，是高利息的。再看这个韩国挂出横幅，称中国核废水是日本福岛的50倍。日本人就提出挑战了，大家各自把自己的核废水送去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测，中国敢不敢呢？你中国敢不敢把自己的核废水拿去国际原子能机构去检测？日本人就敢，你中国就不敢。还有什么说的？看这个河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谭光说，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坏人。共产党干部认为，只要你不是共产党员的，那你就是坏人。看这个广东东莞江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海鲜区空荡荡，福岛核废水要持续排放30年，中国人准备30年不吃海鲜吗？
我替海洋生物表示感谢，抵制日本把自己的渔业彻底搞垮。这次核废水事件，宣传机器全速启动，全体人民义愤填膺，至少达到了几个目的：一、老百姓对日本仇恨达到了新高度；二、包括国务院各级各部门吸引外资几十条发布效果未负。这么一搞啊，你发布的什么吸引外资的那几十条啊，这全都没有用啊，全都是为零未负。第三，日资企业加速撤离啊，数百万日资企业员工失业。四，整个海鲜市场崩溃，海洋养殖、海洋捕捞企业和个人背后数百上千万员工失业。第五，部分人家囤了数百斤食盐。这就是这次中共鼓噪核废水事件的5个后果。看这个啊，这2天呢，总有人说你认为核废水没毒，你怎么不去喝呀？我只想说，你喝一杯秦山的，我喝2杯福岛的，不喝是孙子。你喝一杯中国秦山核电厂的啊，我喝2杯福岛核电厂的，不喝是孙子。你敢喝吗？再看这个啊，我的天哪！武汉市几乎所有的日料店全都爆满，订不到位置，绝了绝了！武汉人呐，不听那个邪啊！中共抵制日本的什么渔业产品啊，凡是武汉人去把日料店呢全都订满了啊！武汉人不好欺骗，不愧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啊！大家再看这个啊，为什么这届政府总是回旋镖？最近内网疯狂宣传日本核水的事，让大家都不敢吃海产品。问题是，仅渔业就有1400万从业者，餐饮链上的加工运输门店从业者更是数量大。在这个就业维稳的阶段，大家都不敢吃，然后大量失业，到时候为了维持就业，又要给大家科普核水不影响海产品了，等于是一手急速回旋镖啊！问题是这届政府怎么总是回旋镖呢？这是很多例子呀。最近几年呢，就有很多例子，比如奥密克戎，本来跟着大家分阶段放开就完事了，非要做成政治式运动去批判别的国家，病也没控住，经济也玩崩了。前2年的防控好感也败完了，最后还是突然放开了。比如教培教培行业，21年外贸数据好看就有点膨胀了。直接发文件干一个合法行业，活活把教培行业干垮了。资本不敢投资，教培实际还有需求，大量从业人员失业，最后还是默许搞教培。近几年没多久就能回旋镖了啊，回旋速度有加快的趋势，而且没看出前期这么做的好处，可能是真的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吧。要这样就很合理了。以及愿意劝他的人，差不多是都被洗完了。大家再看这个视频啊，福建开海10天就失业呀。福建有禁渔期嘛，沿海的刚刚解除禁渔期10天啊，现在因为日本核废水这个事件，现在又不出去捕鱼了。真的好事，现在很多渔船都不出去捕鱼了，开海10天就失业，渔民正式失业。还有这位网红女老师啊，大学老师在推荐图书的时候说了几句我们日本作家实际上是口头禅，结果就被举报，导致辞职。这天理何在呀？只是不得不的事情了。读书20多年，历尽了千辛万苦，不就是为了当上这个大学老师吗？但我没办法，我已经到了承受极限了。在我上一条视频的评论区，正在攻击我亲日。是去年我讲一本书，日本作家中村恒子写的《人间值得》。我在讲这本书的时候，我用了一些口头禅，比如说这是我们的张老师，这是我们的央视新闻也报道过的一本书，这是我们日本作家中村恒子写的一本书，叫《人间值得》这个《人间值得》他是我们日本的一个心理学家，叫中村恒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民意就是力量。